在任何国家，死刑的执行过程都是最神秘的。但我们的邻国日本最近却出版一本名为《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》的书，书中就详细披露了在日本执行死刑的所有细节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在日本，死刑犯只有在当天才会被告知。一般来说，狱警会在早上9点把人提出来，直接带到执行室，连反应时间都不给。所以说，每天上午9点是每个死刑犯最恐惧的时间。一旦听到外面有脚步声，还在房门口停下，那就可以开始生命倒计时了。因为日本的死刑过程是按照分钟进行计时的，由于执行的严格保密性，死刑犯毫无征兆的被告知马上执行，自然会有人接受不了而闹事。所以，监狱方面一般都至少安排3名管教人员一起来通知。当然了，毕竟直接喊人出来说你要死了，这肯定有违人道主义，所以在日本监狱大都会将犯人叫出来，以探访或者打扫卫生的名义带他们到行刑的地点。幽默一点的还会暗示一下你该退房了，然后就是通过长长的空荡荡的走廊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往前走，目的地是执行室。日本死刑的处决方法只有一种，既不是注射药刑，也不是电椅，当然更不是切腹，而是原始的绞刑。读者给大家找到一张日本死刑执行室的平面图，不难看出整个执行室中有教会室、前室、监控室、行刑间等。犯人们首先会被带到教会室，这里会摆上神坛，点着香。如果是信基督教的，神坛会改成十字架，在这里可以与神父或牧师交谈，宣读最后的仪式。过程中，犯人可以吃点供奉的水果，喝点热茶。当然，大部分人都没这个胃口，最多也就是喝口茶。接下来，犯人就该沿着内部的走廊来到前室，这里就是候诊室，正对着门是一尊金色的佛像。监狱长会正式宣读执行死刑的命令，然后递给死刑犯一张纸和一支笔，让他开始准备遗言。写完遗言后，死刑犯就会被蒙上眼睛，双手反靠在背后，走向行刑间。行刑间和前室只隔着一道蓝色窗帘，拉开后就能看见挂着一根直径3厘米的绳索，长约11米，会根据每个人的身高体重来调整。地板上有一个红色的边长为110厘米的回字形脚踏板，它的开关也很有意思，专门隔着一个半封闭空间，墙上设置了3个按钮，一个按钮安排1位执法人员，一旦收到行刑指令的手势时，3人同时按下，脚踏板就会被打开。但3个开关里其实只有一个是真开关，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执法人员们的精神折磨，但大部分的执法人员声称根本无法减轻，反而是让一个人的痛苦演变成了3个人。当死刑犯被带着红色框框内，他的双脚就会被固定住，然后在膝盖下约10厘米处绑上一根直径1厘米的绳子，最后再套上绳索。每进行一步，执行人员都会小声的提醒。据看守所官员透露，一旦套上绳索，大概几秒后，负责人就会挥下手臂，这是行刑的信号。随着巨大的声响，死刑犯脚下踏板被打开，5秒后就会失去意识。与此同时，监控室里监狱长、检察官和其他官员是执行结果的见证人，他们会在行刑前进入监控室。监控室和行刑室隔着一面玻璃墙，透过玻璃观看整个过程。离绞索的距离有8.5米。牧师和医务官则在踏板下的房间等候，牧师要不停地祷告，医务官则需要确认死刑犯的死亡事实。瞬间死亡主要是因为重力下坠的力量造成的颈椎断裂，呼吸会立即停止，但心脏跳动一般会在15分钟后结束，所以医务官会一直等，然后利用活梯到达死刑犯胸部的高度，再用听诊器听心跳，当宣布心脏停止跳动时，处决过程才算正式结束。5分钟后，遗体会被放入棺材，运送到太平间。日本的死刑比较隐蔽，所有的行刑室都是在地下的。这种特殊工作除了监狱长和其他高级工作人员外，就只有10几名监狱人员来执行。而且监狱的工作人员只要接到命令，就必须接受这份工作。当然，虽然亲手剥夺生命对一般人来说难以接受，但日本监狱却给行刑人员准备了丰厚的福利。就比如按开关的人，执行结束后，他们就可以提前下班，还能得到额外2万日元的奖励。日本的监狱不少，但真正有能力执行死刑的就只有7个，分别是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、仙台、福冈、广岛和札幌的监狱。死刑犯的牢房虽然连成一排，但绝对不会让他们成为隔壁邻居，会故意将他们分开。
中间穿插着未完成判决的罪犯。日本的单人牢房约6平米，包括水槽、马桶、床上用品和一张小书桌，允许囚犯拥有部分个人财产，比如自己购买的食物。在这里，他们只是在等待处决，所以稳定其身心健康是看守所的重点工作。加上死刑犯也不需要劳作，所以自由时间很多。看守所工作人员会允许他们做一些其他事儿，比如户外运动，夏季每周2次，其他时间每周3次，每次约30分钟。囚犯可以在混凝土和铁栅栏围成的一个狭窄空间里进行原地跑步、跳绳等运动。其次就是赚外快，虽然不用从事劳动，但死刑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承包工作，比如为百货公司制作购物袋，寄件发工资，1个月可以赚个几千日元，主要是用来打发时间、转移注意力。不过也有一些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，比如不能和隔壁牢房的人交流，不能在房间里自由走动，必须保持坐姿。日本的死刑犯有着严格的作息时间表，包括1日3餐和早晚检查。未知的恐惧是每个日本囚犯最害怕的，尤其是每天早上9点钟，只有到了下午才能明显感觉到监狱里的气氛是放松下来的。在日本，执行死刑的最终决定人是法务大臣。刑事诉讼法规定，法务大臣必须在判决生效后6个月内发布执行令，但实际上这项规定就是一纸空文。日本从死刑判决到执行，平均需要等待7年6个月。这其中不仅包括各种上诉、重审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点，那就是一些法务大臣因为信仰和宗教的原因拒绝签署执行命令。比如2005年，法务大臣山浦正健在一次记者会时故意表示，我不会签署死刑令。虽然1小时后这份声明就被撤回了，但他还是用行动证明，任职期间1个执行令都没有签发。一旦法务大臣在执行令上签字盖章后，就会交到看守所，看守所于5个工作日内执行。至于为什么日本死刑前坚决不通知本人，他们有着自己看法。日本一些人认为，要是事先通知囚犯执行死刑，他的情绪状态可能会受到干扰，看守人员防止其自我了断的负担太重，因此不能在执行前通知任何人，包括死刑犯本人。但实际上，这种看似人道主义的做法其实加剧了犯人家属的压力。比如死刑犯木村修治1995年1月21日上午被处决，行刑当天早上，他母亲和嫂子来看望他时，一名军官对他们说，今天监狱很忙，要不你们中午再来。而当他们中午赶到时，却被告知木村修治早上已经被处决了，是否要将他运回家安葬。虽然木村修治的母亲曾要求监狱要提前通知死刑，但很显然监狱方面并没有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所有死刑犯的家人都害怕，会遇到和木村修治母亲一样的经历。截至2022年12月21日，日本在狱中等待执行的死刑犯还有157人。这些犯人中，年龄最大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汉，他在1966年被宣判死刑，但他在福冈监狱关押了50多年，居然还没有执行。他每天在牢房里工作5个半小时，制作购物袋来打发时间，有时他还解答国家中考考试题，防止自己老年痴呆。读者严重怀疑他可能会在死刑执行之前就寿终正寝。不过从大众的视角来看，日本看似温和漫长的死刑等待期其实是更残忍的精神折磨。毕竟与其每天活在阴影中，时刻提防着头顶的剑刃落下来，还不如直接来个痛快的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